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逾越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欣鼓舞，能为你吃苦不觉得苦，手心有你的温度，冷酷就可以挡住我为你约好明天的幸福。在人海起起伏伏，爱是唯一的地图，要陪你看见每个日出。你这么年轻，怎么会得这种病？谁知道？命吧。还好你早发现，早动手术。我家婆半年前得了肠癌，现在瘦到皮包骨，在家里等日子。我前些时候老是肚子疼，以为是老毛病，就不去管它。后来真的是忍无可忍，送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是卵巢有瘤，还好不是恶性的，割了就没事。要不然一家有2个病人，孩子又还在读书，光靠我老公驾私人巴士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挨。人健康最重要。如果病倒了，不止自己辛苦，有时候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很沉重的负担。是啊，不过我看你男朋友对你很好，你不用操心了。有福真的不是我男朋友。真的吗？他真的很照顾你嘞。他人很好，他看我一个人从外地来，在这里没有亲戚朋友，又病倒了，所以想办法帮我，希望自己能快点好起来，不要成为他的负担。会啦会啦，你的脸色看起来比我好，不会有事的。医生说我还要做化疗，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了，光靠手术无法完全复原。是吗？癌症真的很可怕，最好不要让我碰上。阿顺，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啊？你上去看顺嫂了没有？还没。那要不要一起上去啊？不了，我有点累，想休息一会，坐一坐才上去。那我先上去了哈。我听你的话，天天保持心情愉快，所以好得快。医生说我下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。不是说要做化疗的吗？化疗不用住院的。哦，顺嫂睡着了，我还带了点东西要给她吃呢。她早上还好好的，刚才去忽然说肚子痛，医生给她打了一个止痛针，睡着了。不是刚刚动了手术吗？为什么还会这样？可能是手术后遗症吧。哦，吃东西，来吃东西，鱼片米粉。自己吃的喝的不缺，你叫伯母不要再忙了。不是我妈煮的，那是你啊？是我大哥，猜不到吧？鸿运，那非吃不可了。还有秋荣在旁边帮忙。那好吃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我大哥对煮东西非常有兴趣啊。那秋荣1个礼拜来2天，这2天他们都在厨房里面学煮东西啊。那很好啊。还有一件事更好。什么事啊？我要嫁德士了。嫁德士？我去申请 taxi license， 昨天收到信，已经批准了。那你不煮咖喱鸡了？煮，我白天嫁德士，晚上有咖喱鸡煮，我就煮喽。你是不是因为我的医药费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没有啦，你不是跟我说要成功，要闯出一番大事业吗？所以我想趁我年轻的时候赶快赚多一点钱，等我老口口的时候我要赚都没力气赚了。护士小姐，帮我拿点热水。好，谢谢。不，
我不想让他知道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他，我妈得了肠癌后，都是我老婆照顾的。她看到她这么辛苦，她曾经跟我说过，如果她也得到癌症，她一定会去跳楼的。我不能够告诉她，不能够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告诉她。好吧。你都听见，千万不要告诉我太太。哎，这2个赌档啊，都是在店屋的楼上，楼下呢我们就拿来做生意，楼上啊我们就开赌局。要上去呢，还要有人带，要走特别的通道哦。如果没有人带啊，怎么走啊都找不到门呢。做得好，哎，去做，我支持你。不过是这样，我看那2个地方还是要做一点装修啊，可能要花上10多千。10多千，你不如去跟银行借。你花，我们是做非法赌档的，随时要走人的啊！你想在那边长住啊？这3000块，下个星期开张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没问题。啊，我先走啊，看你的啦啊！好，哎，你等着收钱吧。尿。哟，发哥，介绍一位新小姐给你认识，快跟发哥自我介绍。哎，大哥，我叫小燕，刚从国外来的。哎，我不要什么小燕大燕的，你去给我找阿花来。就刚跟客人出去嘛。出去？去了哪里？哎呦，还不是多此一问吗？当然是心情开心喽。哎，发哥，现在德士4期都在等12点的，很难等到德士的，不如 call 咯。哎，不用，再等一下吧。你怎么这么心急呀？还有事要办呢。哎，很快的。哎，我是抓taxi，很快就来的啦。等德士啊，要去哪里啊？我送你啊。你是谁？我是卡拉 OK 的司机，专门送客户的。这种服务咩？哎，贵不贵？啊？不用钱的，要去哪里都可以。我去哪车啊？啊？找间酒店，便宜点的。什么？廉价酒店。要找一间廉价酒店啊？许什么许啊？啊？要玩女人就大方一点。你呀，连车都没有，还要找什么廉价酒店？要不要我帮你找那种1个晚上20块的啊？你什么你啊？玩不起就不要学别人玩。喂，像他这样的男人，1个晚上可以给你多少钱？不要管他们走。多少钱啊？我问你多少钱？你说他150，150块你就跟这样的男人睡，你贱不贱啊？我甘愿啊，怎么样？钱是吗？啊？不要说150块，现在我给你1500块，你跟我。对不起啊，先叫先得，做人要讲信用。喂，先到先得啊！你听到了没有？现在是你先还是我先？我先，你先。哎，不过我突然肚子痛，你先。喂，等等，还有什么事？钱你给了没有？我什么都没有做。没有做。你叫了披萨，现在你肚子痛，不吃了，钱要不要给啊 ？OK，我给。你的钱呢？你不要了。喂，钱你不要了，鸡。是啊，我是鸡，想玩吗？150。你不是答应我不再跟别的男人睡的吗？你当我是什么乌龟啊？你不是把我赶走，不要我了吗？现在我跟别的男人睡觉，关你屁事啊！你去死了！你很爱钱是不是？啊？你没有钱你会死啊！你要钱是吗？我有的是，拿去。1叠不够，2叠拿去好了。啊？再不够的话跟我讲，给你啊，怎么样？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跟别的男人睡觉是吗？好，你跟我走。喂，钱！走吧。哎呀！哎，花，你这样晚了，你带我来医院做梦。哎，花，
生说他得了什么淋巴性白血病。啊？那么长的名字，到底是什么病来的？血癌。要生也应该是我生啊！我又抽烟又喝酒，日夜颠倒，为什么生癌都不是我呢？他还那么小啊，中了这种病，我妈的！别这样，这里是医院啊。生病嘛，来来去去也不就是什么心脏病、肾脏病，还有什么癌症的咯。那为什么不能伤风感冒啊？你没看到他身体啊，这边那边全部都出血啊！他还是小孩子，应该很容易医的啦。医生怎么说？还有没有得救啊？什么有没有得救啊？一定要救的，哪个医生都救不了他，我就踢到他断子绝孙了。好好，小声点，小声点，不要吓到小孩子。没有理由的，一定是他的遗传。我听人家说，孩子得了这种病，是因为他们家族有了这种病例。我家没有啊，一定是他有问题，害了我，又害了我的女儿。你现在去管那个王八蛋做什么？都已经太迟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医好你女儿的病。啊，这里有点钱，你先拿去。下个礼拜我跟阿星会再开多2个赌档，到时啊再捞个40、50千，那一定没有问题的。现在有钱也没用啊！医生说只有做骨髓移植才能救到莹莹的，我验过了，骨髓不适合。那你有没有去找过那个王八蛋？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，都找不到他。哎，那你当初是怎么跟他生的？他当时来酒廊玩，我就认识他了。我还以为他真的爱我，就跟他了。可是后来呢，连人都不见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打掉？知道了，已经5个月了，想打掉医生都不肯啊！你真够笨的嘞！珍珠啊，你又买米来做什么？你肚子又有个小的米这么重，来，我来，哎，叫阿浩去买嘛。呀，大减价吗？现在不买呀，等一下给人家抢光光哎。哦，大厨师，今天又是你下厨啊？煮什么？喂，干嘛摆个架子，应都不应我？我在跟你说话哎。你不要吵他啦，万一他一乱呐，整个厨房啊会给他搞得乱七八糟啊。他戴个厨师帽子，还蛮有那个厨师的架子哦。是秋荣送给他的啦，他很喜欢这个帽子，整天啊就戴在头上哦。他一开始下厨啊，除了一个人的生意之外啊，人家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啊。你说秋荣啊？哎，你说他跟秋荣有没有希望？我也是希望有机会啦。不过你也知道你儿子啊，他这边的频道啊，有时候是少的。他最近好多喽，是吗？刚才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理都不理啊。如果我是秋荣的姐姐啊，你说人家会怎么想啊？人家好是在做好事，好像在做义工帮助人这样，你懂不懂？我看得出来，他们很谈得来。哎呀，做朋友跟做夫妻是不一样的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只要他们2个好，我又看到他们时常有说有笑嘞。当然不一样啦，做朋友啊，吃吃喝喝，说说笑笑是 OK 的。可是做夫妻哦，要柴米油盐，要出去见人，要上床，要做爱，要生孩子，还要有你这张嘴巴哟！呀，干嘛啦？做朋友容易啊，做夫妻难啊。妈，你还是看开一点，不要抱太大希望哦。秋荣虽然是学历不高啊，可是啊，他很肯学，他也很聪明，而且呢，嘴巴是嘴巴，鼻子是鼻子啊。那天跟他逛街的时候啊，他买的内衣是 Cup C 的，我还要怀了孕哦，才升级到 Cup C 哦。什么卡，我都听不懂。哎呀，就是说哦，秋荣的身材很好，要是他肯打扮啊，或者是露一点点啊，你懂会迷死多少男人吗？而且啊，人家下个月啊就要升职做部门经理了。啊，
那不是跟你一样喽？怎么一样啊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助理经理啊。秋荣这么厉害哦？你说咯。那你看你儿子有没有机会啊？如果有缘分的话，不是不可能的事哦。工厂啊，有一个工程师啊，现在在追秋荣啊，而且啊，人家是大学生啊，每个月赚5、6千块啊，又有汽车啦，又有公寓啦，而且还一表人才啊。你说啊，如果你是秋荣的话，你会选儿子呢，还是你会选那个工程师？啊！嘿，秋荣，秋荣，什么事啊？还好追到你，闪追人还真不容易。追我干嘛？是不是货出了问题？不是了，不是了，一起吃饭吧。不行啊，我约了人了。那喝下午茶吧，3点钟我去定位置。Please。嗨，经理来了，来，进来。珍珠姐啊，你不要取笑我了。我哪有取笑你啊？你真的是经理嘛？而且全工厂的人都知道了。只要还没有正式宣布，就不算了。哎，秋荣你来啦！鸿运呐，一大早啊就在厨房忙了。是吗？他在忙什么？做面呢。做面？他什么时候学的？不是你教的吗？不是啊，我自己都不会做面呢。秋荣，我能做面啊！哇，真的好像很不错哎。你怎么学的？看食谱学的，照足分量就行了。可是有些粗，有些细，我怕吃起来会影响到咬劲。不会啊，第一次能够做到这样啊，已经可以打90分了。我还以为是秋荣教你的，原来你是无师自通的。秋荣啊，我想煮日本式拉面，北海道风味好吗？好啊。哎，你行不行的？要不要我帮忙？那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煮一碗最好吃的拉面给你吃的。哎，出去外面坐吧。喂，你真的当我不存在啊？你不要搞到整个厨房都爆炸啊！珍珠姐，难得鸿运想自己下厨，这是件好事啊。好啦，好好表现哦。你跟那个 Alex 怎么样啦？你怎么会这么问啊？哎呀，我们都知道 Alex 在追你吗？没有啊。不要瞒我啦，听说他天天都等你下班呢。不是啊，我们只是偶尔碰面，他说顺路送我回家。我跟他也很顺路啊。哎呀，男孩子追女孩子的时候哦，都会动脑筋制造机会的啦。其实啊 ，Alex 这个人呢是蛮有本事的，他是大学生，条件也不错。哎呀，可是哦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对感情一点都不专一啊，见一个爱一个啦。好像 Alex 啊，以前呢就交了几个女朋友啊，通通都把他们甩了，而且还搞大其中一个的肚子啊。是吗？那时候啊，那个女的还跑去工厂那边哭哭啼啼啊 ，Alex 呢就把她甩到地上去啊，指着她说啊，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，我要你把孩子打掉啊！哎呦，怎么那么像哦？像什么？像电视播的连续剧咯，每天下午都有播哎。叫什么？谁抢走我的心呢？妈，你不要在这边偷听啦！我哪有偷听？你讲那么大声。哎呀，我也是听来的，也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女孩子最重要啊，就要找一个老实的男人，不要只是看外表，也不要整天听那些甜言蜜语，说什么我爱你啦，没有你会死啦，这些都是哄女孩子的。他把你哄上床了，就一脚把你踢掉啊！我知道了，谢谢珍珠姐提醒。秋荣，面煮好了。这么快？啊，来。好像很好吃哦。你说的那个 Alex 真的这么坏啊？我刚才那个故事啊，也是大炮乱骗的啦。啊！你啊，差一点破坏我的好事啊！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啊，就是从谁偷走我的心那边骗出来的。哇！如果给 Alex 知道，不是惨了？你知道就好啊。不过你要不要秋荣做你的媳妇？当然有啦，那多惨我也是要顶啊！如果不打那个 Alex 毒针的话，怎么阻止秋荣啊做他的女朋友？这个世界上哪有人做大姐做得像我这么伟大？
看这样子哦，不像是没机会耶。啊，好。那天你问我什么志愿和理想，我答不上来。你说你要好好想想的。我想了2天2夜。自从我小学老师问我这个问题之后呢，再也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。那你想到了吗？想到了。那你的志愿是什么？我要开一间拉面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办得到。真的，我办得到。我相信你。真的啊？哇！我要开拉面店了！我要开拉面店了！哇！走啦！拉面店，拉面店啊！岂有此理！差一点撞到人，还那么嚣张！喂，开门啊！喂，你干什么？你差点撞到人，还这么嚣张，岂有此理！我不是停车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鸿运，算了，不可以啊！你差点撞到他，你懂不懂？那有没有撞到啊？差一点点啊！差一点点就是没有，那你那么多说干什么？不爽就去报警啦，笨！喂，明明是你差点撞到人，还这样拽，你要报警是吗？好啊，我报警给你看。小姐，不要这样嘞！就当我说 sorry 咯，这不是说 sorry 跟对不起的时候，你明白不明白？你差点撞到他，要是你撞到他，那就怎么样？那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都说 sorry 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打电话，我都说不是说 sorry 啊，你明白吗？鸿运，鸿运，鸿运。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来，顺嫂，我喂你喝一点温开水。阿梅。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好啊，你说。你帮我去探听一下，我到底得了是什么病？我怀疑阿顺他瞒着我，不让我知道。怎么会呢？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他们说动了手术就会没事，可是还是一样痛。他说我很快就可以出院，可是我现在连床都下不了。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我真的怕我就这样走了，没交没带的。不会的，顺嫂，手术过后，有些人复原的比较快，有些人复原的比较慢。我昨天听医生跟你先生说，你伤口受感染了，所以要吊点滴、打抗生素。我老公什么都没跟我说，只是叫我不要担心，没事。他是怕你担心嘛。你好好休息，不要想这么多了。拉面店。阿美，你也觉得惊讶吧？是有点惊讶，不过是值得高兴的，至少这理想不是那么不切实际。我问他怎么会想到要开拉面店，他答说，因为他相信他办得到。答得好，这显示他有信心。不过不是那么容易的吧？嘿，来，盛我已经洗好了，吃吧。谢谢。哇，你吃完我煮的面了？吃了。那怎么样？我要泼你一下冷水。好，你泼。你煮的面是蛮不错的，不过如果要开店的话，恐怕还要再努力哦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回家研究研究。你老是躲在家里研究是不行的，要开店就需要有实际的经验，才懂得怎么经营。阿美说的对，要开一间店，不只是主业那么简单，还要会招呼顾客、打理店务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
你应该去一间面店打工，吸取经验。不行的，我从小到现在都没有跟人家打过工。凡事都有第一次，你以前没煮过面，做过面啊？对啊，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就一定要踏出家门的。可是，鸿运，勇敢一点。你让鸿运回去好好想想吧，等他想通了，就没问题了。哦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想，反正开店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不用急。我会回家想一想。可是这个问题我可能要想久一点，你们给我1个星期就好了。喂，是你啊？我在医院看个朋友。不用了，你告诉我地点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没关系，我就在附近嘛，我来接你吧，10分钟就到。喂，鸿运啊，我有点事，不能陪你回去了。哦，那不用紧，我自己回去好了。那你有钱吗？有。哎，记得啊，你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，你过斑马线的时候要看车的啊。我知道了，你也是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哇，幸好说得快，为什么现在的人驾车这么鲁莽的？糟了，忘记提醒秋荣。前进。等一下海底之后，我们去看电影 ，OK？ 鸿运。鸿运，幸好你还没走。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我是想告诉你说，就在红绿灯转绿的时候，你也是要先等车停才可以过马路，知道吗？你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些啊？你就知道的啦，现在的人驾车都是很……他是谁？他是我同事 Alex， 这是鸿运。嗨，你好。鸿运，你还是快点回去吧啊，拜拜。花，这样吧，你进去，我在外面等哈。好了，莹莹，你又在画画？妈咪，你怎么一天到晚都画不停的？我就喜欢画。我知道，我买了新的画纸跟彩色笔给你画个够。谢谢妈咪。哎呀，等一下才画嘛，跟妈咪说说话。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咯。我现在没有想到要说什么。有没有吃东西啊？有，这里的护士姐姐对我很好，一直问我饿不饿。要喝什么吃什么就叫他们拿。你住在这里，可是要给钱的。哦，护士小姐，已经3点了，有没有茶点啊？茵茵她吃过了。她现在又说她饿了，麻烦你去拿些饼干还有Milo来哦。妈咪，我吃不下了。吃不下我吃，你妈咪呀，到现在还没吃了午餐啊，饿得要命啊！哎呀，医生又来抽血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血都不够了，还要拼命抽，痛不痛啊？不痛。我要回家。你呀，真的是有福不会享啊！这里好吃好住，好像住在酒店一样，又有护士小姐 service 你，多好啊！你多住几天好不好？啊，茵茵，小心烫哦。来，我拿，谢谢。那么吝啬，拿那么小杯，来，烫哦，喝一口哦，烫啊。妈咪，你没吃午餐，你喝。不用啦，妈咪吃1块饼干就可以了。
先你吃，多吃一点才有力气跟病菌打战。哦。妈咪，我得了什么病？为什么护士姐姐说要给我输血？是那种给蚊子叮到的，身体很容易流血的病。哦，那叫骨痛热症。哇，你那么厉害啊！电视有报啊。对了，是那个骨头痛的病。哎呦，这种病这么麻烦呢，所以啊，我。喂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医生呢？医生呢？干嘛？哇，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我都不知道啊！他吃了苏打饼，突然间变成这样子。护士呢？叫护士来！啊，你不要太紧张，你会吓到小孩子的。不要怕，英。不是，来，他血。莹莹来，睁开口，让阿姨看。是牙龈流血了，你们先出去外面等一下，我会帮他处理的。那么多血啊，怎么可能是牙龈出血呢？你会不会啊？叫医生来啊！已经叫了，他很快就会来了，请你们出去外面等一下好了。莹，不要怕，妈咪在这里哦，妈咪在外面等你哦。好，是姐姐帮你哦。不要怕，莹，不要怕。不要走。吃一块饼干都吃到满嘴流血啊！四仁饼干做到那么硬，都已经不够血了，还这样流，都是我不好啊！他明明好的，我又叫他吃什么饼干呢？搞到他这样子，就算吃了100块的饼干都补不回来啊！哎，小声点啊，很多人在看啊。人家心痛嘛，心痛啊，哭一下不行吗？看什么看？没看到人哭啊？走，不要哭了。知道这样我就不要来了。人家那么伤心，你还说是手逼我？你以为你这样哭，你女儿的病就会好了咩？你有没有去找那个男人啊？有了，我已经托了人家帮我去找他，到现在都无消无息。哎，你有没有把他的照片带在身上啊？干嘛？哎呀，我认识的人多，你拿给我，我发出去，说不定马上就找到了嘞。那，对，为什么只有一半而已？另一半是我啊！我不要给人家看到我跟这个帅人在一起。一天到晚说自己15岁就开始出来混啊，混啊！有人混到像你这个样子的咩？都不懂你怎么混的。那就这样，OK， 拜。安哥，隔壁要搞6片面包啊！喂，看马经啊！我又不会读马，看什么马经？连你考大学没？是大陆指南啊！我道路指南，干嘛要去驾 taxi 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真的要去驾 taxi 啊？真的？我跟阿浩都申请了 taxi license 了，从下个星期开始，他驾早班，我驾晚班。哎，你咖喱鸡不用煮了，你的车也不用交了。他咖喱鸡照煮，我要交车也没得交了，被老板炒鱿鱼啊！是我炒他 ，OK？ 驾 taxi 也是不错啦，啊，吃不饱饿不死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好吧，你平时这样呢，如果说人家要去东海岸，你把人家载到西海岸，那不是完蛋？所以我现在不是在背咯。你不要看衰阿浩 ，OK？ 啊，他记得滚瓜烂熟了。真的吗？啊，好，让我来考考你。现在我们从这里啊要去荷兰路，怎么样走？我们现在在多巴尤，走多巴尤路龙湾，再转左去罗尼路。罗尼路直直上呢就是 Feather Road，Feather Road 再转右就是荷兰路。哎，你是在考德士还是考博士啊？阿美说啊，我们凡事起头难，但是一定要起得好。有好的开始，我们就会有信心；有了信心，就不会这么容易放弃。所以，我一定要有好的开始。哎，阿美她怎么样了？她很好啊，医生说啊，她恢复得很快，所以呢，会给她提早出院，然后啊，再安排她回去医院做化疗。还要做化疗啊？那其实还是蛮严重的咯。不过说真的，像她这样的病要好真的是很难。哎，对，你们驾taxi的，帮我留意这个混蛋。啊。
这张照片已经是6、7年前的了，可能现在有点胖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只要是样子长得有一点像哦，就马上通知我。他是谁？你找他干嘛？我要抽他的骨髓。哇，他跟你什么仇？你这么恨他？不是啦，要抽他的骨髓来救人呐。救谁？阿花的女儿。啊？阿花有女儿没？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，他的女儿已经6岁了。对，阿花的女儿做什么？得了血癌。啊？又是癌啊？医生说了，如果能够找到适合的骨髓让他移植的话，应该还是会有救的。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是他的爸爸啊！不然，哎，花了，不如我们也去验一验，看能不能帮到阿花的女儿。哎呀，没有用的啦，医生说我们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机会不大的。试试看啦。好了，你都去了，我能不去吗？等下给阿花打死啊！哎，你呀，一起去。对，不要我怕痛。去。是呢，过来喝汤。你给还没喝吧？我有煮多，来。顺哥，趁热喝吧。谢谢。我老婆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？顺嫂刚才不断的在追问医生他得了什么病，我看他已经怀疑了。我已经叫到医生，千万不要告诉他。你觉得这样做对吗？不给他知道的话，我的心会安一点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也许有些心愿要完成，有些需要交代。有些人能平静的离开，是因为他们能走得无牵无挂。阿美说的对，如果你老婆突然昏迷过去，或者想说又说不出话，她心里一定很急的。顺啊，人始终是要走的，最重要的是要走得无牵无挂。李先生，护士说你要找我。我太太想知道她的病情，请你告诉她吧。谁都不想，你要接受这个事实。孩子怎么办？妈怎么办？听我的话，我不舍得。你不要这样，我真的不要。我不要离开你。走，妈妈不要不要。你要去哪里？来，我扶你。我老公是不是在外面？我有话要跟他说。那我去叫他。不用了，哭了一场，舒服多了。让我走走。好，脚踏在地上的感觉真好。让他们说说话吧。你干嘛跑出来？没事，我们坐一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如果我比妈早走一步，你不要让她知道，免得她伤心。要是妈比我早走，你也不
不要瞒我，我这个做媳妇的，再怎么辛苦，都要到他坟前烧炷香。阿伯和阿哥就交给你了。阿哥比较懂事，叫他好好照顾弟弟。阿伯如果成绩考得不好，你让他去补习啊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，管教他，不要让他学坏。还有，我存了一点私房钱，大概有5、6千。你干嘛有这么多钱？每年跟你要生日礼物，你都给我钱，我都把它存起来了。傻瓜，那些钱是给你买礼物呢。你还好说，等你买，一等就等了20多年。女人的东西我哪里会买？我给你钱，你自己去买不是更好吗？你呀，根本就不懂女人的心，以后要买都没机会了。会，一定买。等你好了，我们就去买。好啊，我看能不能等。一定能。你赶快好起来，我们再去度蜜月。你不是很想去中国吗？等你好起来，我带你去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一定来得及了，来得及的，来得及了，来得及了。阿美回来喽！某某，哎呀，回来就好了，回来就好了。某某，谢谢你煮东西煮汤给我吃啊。哪里我煮了，大家一起喝嘛。医生怎么说啊？很好啊，医生说下个星期开始做化疗。好啊，早做早好。过2天我带你去观音庙去拜一拜，保佑你平平安安。谢谢伯母。大哥，你今天准备什么东西给我们吃？意大利面。最近我大哥对做面非常有兴趣，因为他要开面店嘛。鸿运啊，要不要我帮忙啊？不用不用。他只要1个人帮他。秋荣。是喽。大哥，你的电话，好像是秋荣。哎，你的熊那么肮脏也不是吧？哎呀 ，Hello， 秋荣啊，你猜我今天煮什么东西给你吃？鸿运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不能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今天要留下来开会。我可以等你啊，你开完会你再来啦。可是我不知道会要开多久啊。嘿，秋荣。喂，你不用等了，我今天不能去了，拜拜。哎，秋荣。第一次开会，一定要好好的表现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开过这种会议，很紧张啊。哎呀，那糟糕了，那个老外最喜欢问新人问题的。啊，那惨了，我一急起来，英语就说得结结巴巴了。哎呀，死了！他动不动就跟人说 ，You are fired, get out， 这样的。啊，那么凶啊？那我不要当什么经理了。我跟你开玩笑，胆小鬼。去吧。你很坏啊！他是我同事 Alex， 你还是快点回去吧啊，拜拜。意大利面来喽！我吃面了。阿妈，来。哎呦，这什么红红的一团哦？这是意大利面，上面淋的是番茄酱和热水。红毛人吃的面好吃吗？妈，给你说成这样，人家红毛人做的这种面是世界有名的。是吗？你看，大哥吃这么快，一定是很好吃。来，吃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也许我没拿到满分，
不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逾越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喜。